这里就是很多人上北京都要来看一次的北京天坛。很多人来天坛呀，都只是对着它拍几张照片就回家了。天坛里面究竟有什么，却不知道。你见过古代皇帝跟上天对话的通讯系统吗？你见过天坛里面几百年前的回音壁吗？听说这里面还有一条鬼门关，胆子再大，据说呢都不敢进去看一看。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北京天坛，去看看古代帝王们在几百年前都在这里留下了什么值得让我们去探索的东西。走吧，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来到天坛，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古代皇帝跟天对话的通讯系统天星石。如果你有什么愿望，大家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希望你可以梦想成真。天坛呢，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也是明清两代帝王每年祭天和祈祷五谷丰登的地方。占地面积呢，大概有273万平方米，比3个故宫加在一块儿还要大。主要有圆丘坛和祈年殿2大建筑群最值得一看。天星石就在我身后圆丘坛的正中心，脚下的这条路，大家看到没有？这条路呢，就是天坛的中轴线。那么有一条路呢，千万不要走，而且古代就算是皇帝来了，他也不敢走在这条路的正中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古代，这条路呢是给什么？是给当时的皇天上帝走的，叫做神路。而东边的路呢，叫做御路，就是给皇上走的；西边的路呢，是给皇亲国戚、王公大臣走的，叫做王路。那么今天来到天坛，我们就走皇上走的这条路，也带你们体验一把做皇上的感觉。这里呢，就是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叫做圆丘坛。圆丘坛四周的围墙外面一圈呢是方形，代表的是地方，而里面一圈是圆形，代表的是天元。这也刚好符合古人呢对天圆地方的敬畏之心。古代皇帝祭天呢，一般都是在冬至的时候准时举行。那么那一天呢，在太阳升起之前的7刻，准时来一场盛大的仪式。那个时候可能天还没有亮，所以呢会在周围架起3盏大灯，并且会在前面这个位置，有一个绿色的建筑，它叫做翻柴炉。那么皇帝呢开始祭天的时候，会在这里呢架上一头已经处理干净的牛犊，挂在这个绿色的炉子上，来开始翻烤迎接天神，也被称之为翻柴迎地神。那么这个时候，像皇帝他只能够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这叫望辽。那么在翻柴炉旁边呢，还有8个铁炉子，看到没有？那是用来烧清朝的前8位皇帝的贡品，他们是排在天的后面，按照严格的顺序来依次焚化。因为呢，皇帝自称自己是天子，来到天坛他们就不是老大了，所以对天他们还是非常非常恭敬的。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门走进去，到环球坛上去看一看那块皇上跟天对话的天星石。走吧，那一块呢就是天星石了，也是整个圆丘坛当中正中心的位置。据说站在它的上面能够跟上天对话，我也去试一试。大家如果有什么梦想的话，可以打在公屏当中，希望你们都能够早日的梦想成真。其实几百年前，当时皇家用的那块天星石呢，是在这块石头的下面，所以你很容易看出来这块石头它就是个新的。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下面呢？因为为了更好的能够保护那块石头，所以后来咱们就在上面加了一块大理石，就是大哥现在拍照的这个位置。那么你来到圆丘坛会发现，它的很多的倍数都是9的倍数。比如说中间呢是1，外面这一圈呢它是9，再外面一圈是18，再外面一圈是36，再外面一圈是45。所以当年有一道高考题就说在天坛圆丘坛的这个上面一共有多少块大理石？其实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共是3402块。所以为什么古人他这么喜欢9？因为9在古代它是阳数之极，它是最大的一个什么单数，也象征着皇家的至高无上的皇权。来到天坛，记得一定要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回音壁，它到底有多神奇呢？据说只要2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的后面，贴墙而立，一个人靠墙向北说话，声波呢就会沿着墙壁在不停地折射前进，传到100-200米远的另外一端。无论说话的声音有多小，只要出声，据说对方就能够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悠长，能够给人一种
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所以这里被称之为回音壁，就是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一圈的围墙。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呢，前面呀就是天坛的祈年殿了，也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曾经看到过的天坛的样子。这条路呢叫做单壁桥，全长呢大概有将近360米。在桥的下面这个位置有一个洞，那里呢就是被很多人称之为天坛的鬼门关。那为何要这样说呢？我们下去带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洞呢，其实在古代它是一条通道，专门呢是给祭祀的牲口走的。因为上面呢是神路，牲口呢是不能够去冒犯的，而这些牲口呢也是要拿去祭天，所以从这个口进去，在另外一头呢有个屠宰场，只要进了这个洞，生还的几率那是基本没有，走着进去，躺着出来，所以呢被很多人比喻成鬼门关。你要是来天坛旅游，可千万别往这里面去啊！看到这一幕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这也就是大家心目当中天坛的样子，它也是北京的标志建筑，其实呢叫做祈年殿。从外面看像是一把撑开的雨伞，给你遮风避雨。其实祈年殿的意思呢，就是祈求来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年殿里面的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满满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您去看一看。你看祈年殿里面它有4根龙井柱，象征着一年春夏秋冬4个季节，里面还有12根金色的柱子，象征着一年的12个月。金色柱子的上面还有12根岩柱，象征古代的12个时辰。岩柱加上金柱呢，刚好是24，象征着一年中的24节气。再加上4根龙井柱，刚好呢是28，象征着28星宿。这种设计呢，其实也是体现了古人们对农业是非常重视的。毕竟农业是要靠天吃饭的，怪不得当时据说美国呢有个总统曾经来参观的时候，看到祈年殿说过一句话：北京想要成为纽约100年就够了，而纽约想要成为北京1000年也不可能。在祈年殿的旁边呢，这里还有一个小门，是专门为乾隆皇帝开的后门。那乾隆皇帝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长寿的皇帝，但是一到祭祀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头痛。为什么？因为这天坛实在是太大了。最后乾隆呢想出了一个办法，偷懒，就是从祈年殿西侧开了一个门，从而大大的缩短了距离。为了减少祭拜时磕头的次数，并且规定未满70岁的子孙不能够从这个门进出，就是没到70岁你不能够走后门。可是清朝自从乾隆之后就没有一个皇帝活过70岁的，所以这个门也只有一个皇帝，也就是乾隆。曾经呢为了这个节约祭祀的时间，然后呢节省体力，从这个门直接到达我身后的皇前殿，再到那边的祈年殿。明白了吗？关注阿波，下期视频带你走进北京大学。